今天的花草游戏，我们要来玩多肉组盆。组盆看似简单，但也有些小诀窍需要注意，一起来看看吧。看下去之前，还没订阅的朋友，记得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植物的选择上要注意颜色搭配及高矮层次，除此之外还要注意需水量。所以我们这次挑选了几款市面上最常见的景天科多肉，有兔耳、秋丽、乙女星、雀扇、桃之卵、珠帘及万年草。其他常见的多肉还有百万星、白乌帽子、虎尾兰、珊瑚大戟、12支卷等。组盆时建议购买同科属的植物，更方便统一照顾。盆器建议选择水泥盆或是塑烧盆等比较透气的类型，较利于多肉生长。尽量挑选底部有孔的盆器，可避免因积水与不透气而发生的烂根问题。为了避免介质土壤流失，洞口可用洗手台滤网、不要的布或是化妆棉覆盖垫底。多肉需要较好的通风，不建议用泥炭土或培养土这类较保水的介质，建议选择多肉专用土。最下层可以铺一层薄薄的发泡炼石，大概铺满看不到底就可以了，这样可以帮助排水。组盆前要先将多肉脱盆，确认植株是否健康以及需不需要修剪根系。脱盆时轻捏塑胶盆器，让土壤松弛，就可以很轻松取出植栽。剥去多余土壤时要注意避免伤害主根系，旁边较细小的气根可以剥去，能够刺激新根萌发。先大概预设组盆后的画面，试着摆放，搭配几种不同变化。确定想要的组合样式后，先在盆内倒入多肉专用土至7到8分满，开始种植。大植株可以直接徒手种植，较小的植株可利用镊子轻轻夹住茎部种下。组盆完后，还是会有些地方可以看到土壤，这时候可以利用万年草这类小植株的多肉来进行点缀。整个作品会更加丰富有层次，完成度更高。刚组完的盆栽，因为在拆根过程中多少会伤害到根系，最好等待1周，让伤口愈合后再浇水。这1周也要避免阳光直晒，让根系慢慢适应新环境哦。当植物长到一定大小，就需要更换到更大的盆器，这样根系才有更多的成长空间。我们需要准备一个更大的盆器和多肉专用土、铲子等。脱盆后，先检查根系是否健康。健康的根系通常是白色的，若是变黄或是出现黑色色段，那很有可能是生病了。换盆时要注意不要伤到主根，但可以适当修剪小根系，促进新根的生长。检查及修剪完就可以准备种植了。先在底部铺上化妆棉，防止介质流失。以发泡炼石铺底，并倒入多肉专用土约7到8分满。将植栽移植过来后，利用铲子辅助，将空隙用土填满，就完成换盆了。换盆完的盆栽跟组好的盆栽一样，1周内要避免浇水以及太阳直射，并放在通风的地方。1周后浇水要浇透，让根系可以吸收到足够的水分，但要避免浇到叶片，以免太阳照射后产生放大镜效果，会让叶片被烧焦哦。逛花市时常看到水泥盆与多肉盆栽的搭配，在觉得水泥盆很好看的同时，让小编来告诉你，其实除了外形好看以外，水泥盆还兼具了排水跟透气的功能。但是市售水泥盆价格动辄上百元，实在不好入手，所以今天我们决定自己来做水泥盆。购买回来的水泥粉都会有调配比例的说明，可以照着上面的比例来调制。今天我们买的是一般灌注型水泥粉。提醒您，水泥粉非常细致，制作时动作要尽量轻柔，并戴上口罩，避免吸入碱性的水泥粉末对身体造成负担。也一定要记得戴上手套，避免水泥咬手。教你一个计算所需水泥粉量的方式：先将模具放上磅秤后归零，接着注入水，可以得到的重量就是模具的体积。依照每一种水泥粉的特性不同，所需要的粉量也不同。记得购买前询问卖家，或是仔细注意包装袋上的标示哦。戴上手套后，先拿旧毛巾或报纸铺在桌上，避免弄脏。接着按照比例将水加入量杯中，接着再依次先加入80%的水泥粉，搅拌过后再加入剩余的20%水泥粉，慢慢将水泥粉与水充分拌匀。记得上方的水泥粉也要往下刮哦。拿出模器，慢慢倒进混凝土浆，
倒满后，将模具拿起来轻轻震动，把气泡震出来，成品才不会有坑坑巴巴的孔洞。若是不好震动，轻拍模具四周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。等待水泥风干的时间会因为温度及湿度而有所影响。以我们购买的水泥粉来说，大概半天时间就可以进行脱模了。若是模具比较硬，脱模时动作要小心，避免盆器碎裂。脱模后的水泥盆器边角比较锐利，我们可以用砂纸将边缘磨得光滑一点，避免割伤手。前面提到，水泥具有透气的特性，即使我们买的是一般防水型水泥粉，表面摸起来很光滑，但用无孔盆器实际装水测试，过一阵子还是会渗水，所以无法直接当花盆用，要另外多上一层防水漆才行。今天的花草游戏介绍了多肉组盆、换盆以及如何自己 DIY 动手做水泥盆器，是不是很有趣呢？假日到花市逛逛，买几盆多肉回家，自己动手做做看吧。如果还有什么想看的内容，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，让我们知道哦。任何疑难杂症，欢迎留言或私讯。追踪 IG 看秘籍，加入社团，还有各种达人帮你。最后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锁定蛙家每周3更新，带给你一则让生活更美好的优质内容哦。